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夜。今天的影片，我们要带您深入探讨一个自古以来神秘又令人着迷的话题：龙是神话还是真实生物？是否真的存在这个世界？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困扰着无数历史学家、生物学家以及文化研究者。本集故事，我们将以科学为基础，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龙存在的可能性，为您层层抽丝剥茧，揭开背后的真相。请务必看到最后，准备好迎接一场颠覆认知的探索之旅了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自古以来，龙在全球多个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东方视龙为神圣的瑞兽，能够掌控风雨雷电，象征皇权与天命；而在西方，龙则常被描绘为贪婪、邪恶且吐火的怪物，是勇士的试炼对象。然而，无论形象多么不同，龙这一概念却奇妙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与传说中。2025年，电影《驯龙高手》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的上映，引发了新一波对龙的关注。但真正让全球聚焦的是5月2日与8日，中国西安市上空出现的3条龙形不明飞行物与那持续28秒震撼人心的龙吟声。这些现象只是自然异象，还是某种存在正在突破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边界？本集专题故事，让我们从科学、历史、生物与天文的角度，一同深入揭开龙背后的神秘面纱。2025年5月2日晚上，一场雷雨笼罩中国西安市，不少市民惊讶地发现，夜空中出现3条如龙般形体的不明飞行物，在闪电划过天际时，黑影盘旋于云层之间，仿佛在雷电中穿行。接着在5月8日晚间，同样地点再次出现龙影，并伴随一道低沉而连绵的声响，有人形容像老牛的怒吼，有人则说那声音深沉有穿透力，令人毛骨悚然。根据市民手机拍摄的影片分析，这些龙影呈现半透明状态，表面似有鳞片般反光，运动速度极快，难以用常规飞行器描述。当晚还突降短时强降雨，闪电雷鸣交加，与神秘影像同步出现。这段声音也被媒体捕捉，长达28秒，被网民称为龙影。声纹分析显示，该声音频率低于一般雷声或雷鸣武器，无法由已知自然现象完全解释。该事件迅速引发讨论，有人质疑为气象异常、空气折射所致，也有人猜测可能是尚未公开的军事实验。但更多人回想起中国古代对龙吟的描述，譬如《山海经》中提到黄龙腾鸣，其声如雷。是否这些神话只是古人以有限理解记录当时所现的真实现象？西安事件虽无定论，却成为当代科技尚未能解释的现象之一，也再次引发人们对龙是否真实存在的深层追问。中国自古以来对龙的描绘不只是神话的想象，而往往伴随实地的观察与记录。以四川龙吟山为例，当地居民相传，山中常在无风无雨的夜晚响起低沉如兽吼之声，被视为龙在翻身，甚至流传心怀恶意者若高声喧哗，将引发五雷轰顶。《山海经》《淮南子》《史记》等文献中皆有对龙腾天鸣的记述。如《山海经》记载，黄龙见于河洛，其声如鼓，古人视之为王者将出或天命转移的预兆。这些并非单一记载，而是多地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天象与声象联动现象。现代历史事件中也有记录。1934年辽宁营口曾有坠龙事件，多名村民目睹一具巨大鳞状生物从天而落，并腐烂数日后被军方秘密处理。2000年8月黑山子村一传出黑白双龙齐坠的传言，现场被迅速封锁。即便这些案例难以获得科学界认可，但它们的共通点是异常气候、群体目击与神秘声响同时出现。龙在中国的形象也融合多种生物特征，鹿角、鳞身、蛇形、虎爪与鱼尾等，反映古人根据自然观察所进行的复合想象，而非凭空杜撰。这样的复合物种思维在近年遗传工程与古生物学也逐渐被重新理解。从古籍到地方传说，从异象目击到历史事件，
东方龙或许不只是信仰象征，也可能与一种尚未辨识的自然现象或未知物种有关。日本文化中，龙被称为龙神，长期被视为掌控水域、风雨和命运的神奇。日本的诸多湖泊和深海区域流传着龙神的传说，这些龙神并非只是传说中的神话角色，而是深植于当地居民的生活与信仰中。尤其是在台风季节或地震发生前，渔民们经常报告听见来自水下的低沉咆哮声，声音不是浪涛的拍击，而像是某种巨大生物在深海怒吼。这些声音往往伴随着海水异常波动，甚至会引发微弱的震动。琵琶湖底下的龙神苏醒传说尤为著名，当地村民数次在清晨听到深湖底传出的轰鸣，并伴有湖面水花翻滚的异象。科学家透过水下地震仪和声波监测设备发现，这些声音多与地壳板块运动释放的低频地震波相符，但仍无法完全解释声音的特异性和节奏感。此现象让研究者推测，这些传说中的龙吟或许是人类对自然界地质活动和水域生态变化的形象化描述，甚至可能隐含尚未发现的生物或能量现象。不仅如此，日本古代神话中，龙神是风暴的使者，拥有操控天气的能力。水中的低频咆哮声或许是这种自然力量的声音表现，也可能是一种古老的自然警示系统，提醒人们关注即将到来的灾害。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家们开始用先进仪器持续监测这些现象，企图还原龙神咆哮背后的真实科学机制。欧洲的龙传说与灾难、烈焰和吞噬息息相关。中古世纪的文献多次记录，在战场爆发前夕，当地村民常听见巨兽战吼，随即天空变色，鸟兽四散逃窜，气氛紧张。这些战吼被描述为震耳欲聋的低频声响，与雷声不同，却同样令人心生恐惧。现代科学家推测，这些声响可能源自于地震前兆、空气中电离现象，甚至是未知生物活动。威尔斯与苏格兰的山区流传着红龙与白龙的争斗传说，这两条龙象征着两方势力的对抗。村民们报告，在夜晚深山中偶尔能听见似乎来自深谷的哀鸣和嘶吼，这些声音在历史上被视为战争或灾难的预警。透过近代录音设备，科学家首次捕捉到低频次声波的存在，证明这些古老传说背后或许真有自然科学的根源。此外，欧洲龙通常被描绘成有翅膀、会吐火的爬行生物，但这样的生物在生物学上难以存在，尤其是因为飞行生物体型与能量消耗的限制。然而，火焰的传说可能源于自然现象，例如火山喷发、气体爆炸或闪电火花。这些现象在人类未解之时，往往被赋予神秘的生物意象。欧洲龙的传说与自然现象、战争传闻互相交织，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神话。但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些龙更可能是古人对自然灾害和生态意象的象征性解释。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流传着天兽的故事，这种生物被形容为能从天空发出低沉轰鸣的巨大存在。印第安人认为，这种声音来自星界的守护者，是部族重要事件或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这些天兽有时被描绘成类似龙的形象，拥有巨大翅膀与威严的气息。部分部族还保存着疑似龙骨的化石或骸骨，作为神圣的祭祀物品，并相信祖先曾与这些生物沟通。巫师在重要仪式中会模仿这些低沉的轰鸣声，试图进入灵界寻求指引。这种声音被认为能打开通往另一世界的门扉。科学研究指出，这些低频声响与自然界中罕见的地球物理现象，如地磁场扰动、地震前的地壳活动密切相关。这些声音不易被人耳察觉，但可被专业仪器记录。由此推测，印第安人天兽的传说或是对这些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的文化诠释。此外，这些传说凸显人类早期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敏感与敬畏。天兽象征着天地间尚未被科学完全理解的力量，而这些力量与龙的传说不谋而合，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灵感。21世纪以来，全球多地目击到所谓天空号角声 （Sky Trumpets），
这些声响形似金属摩擦声，低沉轰鸣，甚至如同巨大生物的怒吼，令人难以解释。从乌克兰、加拿大到台湾、阿根廷，多地民众录得类似的天空异响。科学界对此提出多种假说，包含大气震动、电磁干扰及建筑共振等，但这些理论仍难以全面解释声音的时空分布与频率特性。此外，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数年的 The Hum 现象，即一种低频嗡嗡声，源头不明，并伴随地鸣或水下共鸣。这类低频声波因穿透力强，能在地面下长距离传播，且易被人忽视。研究者发现，这些现象与地球内部能量释放、地磁场变化及外太空粒子活动有潜在关联，甚至可能与火山、地震等地质活动同步。天空号角与低频振动现象激起了科学与民间对神秘力量的探索欲望。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声响或许是龙吟的现代科学诠释，是自然界与未知生物间的声波交流。近年来，部分理论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提出一种大胆假说：龙并非仅是地球上的生物，而是一种来自高维度空间的生命体。这些生命体存在于我们所认知的三维世界之外，以特定能量频谱与地球共鸣，偶尔显形或发出讯号。根据这一假说，龙的出现与天空中的低频轰鸣声可能是高维度生物在尝试与人类沟通，或是调节地球能量场的自然现象。龙身上的鳞片、火焰、逆鳞等特征，或许是对这种高维生命能量场的可视化投影。此理论解释了为何龙的形象在各大文化中普遍存在，却难以传统生物学观点完全理解。若龙是高维存在，其物理特性、生命周期与行为将远超现有人类科技能观测范围。这一理论也开启了对宇宙生命多维度存在的思考，意味着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或许还停留在非常初步的阶段。未来结合量子物理与先进科技，或许能揭示龙与其他神秘生命形式的真实面貌。2025年，《驯龙高手》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电影的重新上映，再次勾起世人对龙的无限幻想。龙这种跨文化传说中的巨兽，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人类心理与自然现象的投射？而中国西安夜空的龙形不明飞行物及龙吟声，更是引发科学界与民间的广泛讨论。一些学者认为，龙的现象或许是地球生态与宇宙能量变化的象征，它们的出现可能预示自然灾害或环境重大变动的前兆。历史上，龙多与天灾、战争或社会动荡同时出现，是否代表着古代人透过传说警告未来世代？另一方面，龙作为高维度生命或自然力量的代表，提醒我们认识自然界的复杂性与未知性。它们的神秘力量或许正挑战人类现有的科学框架。无论真相为何，龙的传说不仅激发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也映照出文明对自然、宇宙以及自我存在的深层思索。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人类视野的持续拓展，我们是否能真正揭开龙的神秘面纱，甚至与之沟通交流？若真能实现，将无疑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也曾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听过那仿佛来自天地之间的龙吟声，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与亲身经历，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与真相。我是星夜，我们下期再见。